把左手边的字做一点书写上的改变，马上就可以变成右手边的字。丑字变美字，多么神奇的书写技术！但是说破了重点，就一点都不稀奇。你只需要调整一下笔画，改变一下观念，每天花个10分钟，写出美字不是梦。今天这一则影片就是要帮你打通写字的任督二脉，重建你的写字架构，让你有希望变成美字高手。上回我们分享了用上展下收的方式去书写字体，这次我们要来分享用上收下展的原则来处理字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的教字，我们要把上收下展的这个原则应用在教字上。上收就是上方的部件收敛书写，下展就是下方的部件尽量往两旁舒展。我们就来处理一下教字咯。上面的部分用上收的原则处理，下面的部分要用下展的原则去改变这个字体。那么我们就把下面的点画往两旁张开来，这样就可以做到上收下展咯。书写教字的时候，上面的部件的宽度我们就加以收敛，所以你不要下笔写得太宽，在书写时会先下第一笔的撇画，按一下再往旁边撇出，接着在这边下竖画，接下来要下点画，下面的横画略微上扬，接下来会有3笔的横画，我们要把这一笔竖画形成的右侧空间平均切割一下，所以你要抓一下范围，然后让它们都切割成同样的大小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，点画的下方我们可以直对竖画，这是点竖直对的应用哦。接着上方的部件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是一个比较收敛的书写状态。那么下方的部分我们就要往外面延伸咯。你可以对着竖画的下方书写第一笔的点画，这时候就让它往外侧延伸，接着第2笔的点画，第3笔的点画，第4笔的点画呢再往外侧延伸。我们应用上收下展的书写原则，把火部向外延伸，让教字在视觉上面有一个焦点，让下面的火部成为教字的主笔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按下乐推键。乐推是给创作者最大的鼓励，然后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每一集最新的教学影片陪伴你改变字体吧。接着我们再应用上收下展的原则来处理画面上的这个言字。言字是由2个火所组成的哦，上面的火和下面的火在这个字里面被写成一样大了，所以它的字体看起来就会很方正呆板。那么如果把上收下展的原则应用在这个言字上，上方能就维持收敛的状态，那么下方的撇跟捺我们让它长长的往两侧延伸，那么字形上面马上就有了改变，看起来在下方的部分有了视觉的焦点，由撇捺担任延伸的工作，让这个言字看起来字形更优美。那么如果相反过来，我把言字用上展下收的概念做书写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这就来看看。这个样子书写的言字行得通吗？答案是完全不行，头重脚轻，完全不及格哦。来示范书写下言这个字咯。我们要先写上方的火，上方的火要写得小一点，我们要让下方的火的撇捺延伸，所以上方的点画我们就会让它稍微聚集在中间一点书写，接着我们再下第2笔的撇画，接下来中间有一笔的竖撇要处理，这笔竖撇书写下来时要尽量把这块空间切割平均，
所以往这个地方竖撇书写。接着我们再写一笔的点画，点画在这个位置往旁边点出。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的点画，在这个位置下点画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竖撇，在这个地方。在接下来的竖撇要长长的往外延伸咯，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个效果是上收下展。从这里书写竖撇往外延伸。接下来的捺画的接点，我们会让它接在比较上方一些，在这个位置就往外侧书写一笔的捺画，再往外侧延伸。上收下展，上方收敛，下方舒展。用这个原则书写，就可以把言字处理得很不错咯。另外，横画在下方的字，我们也经常会用到上收下展的原则来处理。像画面上的武这个字，还有志这个字，下方的横画都应该要加以延伸，成为字里面的主笔。这两个字也是应用上收下展的好例子。接着我们来注意一下书写上的细节。武字要上收，所以第一笔的横画会是短横画，略为上扬。接着我们会在短横画的中间的部分下撇画，这个撇画不必太长，撇画的长度其实就是这个武字的高度哦。接着我们要下横折了，我们可以抓撇画中间的位置下横折。接下来的最后一笔横画要舒展书写，做到上收下展，因此最后一笔横画的长度我们可以把它拉长，向两侧延伸，像这样子往两侧延伸，然后在最后的地方稍微做一点压回，武字的书写就可以显得稳定又好看哦。那么接下来的志这个字一样是上收下展，所以第一笔是短横画往上做微上扬的处理。接着我们再下撇挑咯，撇挑之后点画收敛在横画之内。接着再下一笔的短横画略微上扬。接下来的竖画从中间平均切割上面的这笔横画，在最后的这笔横画要拉长书写，但是拉得太长又会很奇怪，所以长度的方面我们可以选择略长一些就好，像这样在最后的地方再稍微压回一点，志这个字的书写就可以处理得很不错咯。下方的部件如果是新部，也很适合用上收下展的原则来处理哦。上面的部件我们会加以收敛，那下面的新部，尤其是握钩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往外侧延伸勾回，让握钩的部分成为字里的主笔哦。那么我们接着来示范书写急这个字，我们会先下一笔的撇画，按然后撇。接着呢，我们会下横钩，从这边横，在这里转折一下钩。接下来呢，要再写下一笔的横折，横，然后往旁边折。接下来的这笔横画不需要太突出，我们要把焦点留给下方的握钩，所以在这边我会书写一笔稍微短一点的横画，像这样。接着下方再写一笔的横画。上方的部分已经处理完毕了，我们让它收敛在一个范围中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下方的部件展开咯。在这边先下一笔的点画，点画书写完毕后，接着要处理握钩咯。在点画的旁边起笔，然后往旁边拉出，再勾回。接着第一笔的点画，把这里的空间平均切割一下。在这笔点画的结尾，仿佛有一道抛物线延伸出下一笔点画的起点，在这边第二笔的点画。我们用上收下展的原则来书写急这个字。上收下展的原则当然不只应用在这些我介绍的字体上，大家不妨思考看看，生活中还有哪些字也是应用这个原则书写呢？
学了一个观念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在脑袋里面做类推，要把观念做组织应用。第一个字教你们的是交字，交字是火部，火部的字上面收敛，下面舒展。你还可以想到哪些火部的字呢？这些字都能够应用上收下展的原则哦。那么从左手边的丑字变成右手边的美字，我们又应用了什么技巧呢？还记得吗？最基本的横画要调整上扬，竖画要拉直书写，找出一个部分做主笔，主笔的观念又跟上收下展的观念紧扣在一起。书写的小技巧，点数直对，空间均间分配，这些都是让一个字体变美的重要美字关键。学会了这些写字观念，我们透过不断的练习去强化它，甚至在生活中抓紧书写的机会去应用它。渐渐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字体慢慢开始有了改变。有人说对我的写字频道相见恨晚，其实一点都不晚。学习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嫌晚。用现在的平均寿命来看，我们都有好几十年的时间，可以慢慢学，好好的写。与其可惜过去没有机会学写字，不如庆幸现在终于有机会开始了。改变人生的，往往不是你几岁起跑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持续的走下去哦。学习就像替生活加一点调味料，会让日子更有层次，更耐人寻味。写字也是如此，一笔一画，我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下记录。写字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哦。当你写出一手稳定好看的字，不只是字变美了，连带的给人的专业感也会被提升。如果你的工作本身就很吃字体，不论是考试、教学、行政、设计，还是手写记录，如果可以写得好，确实会让你更吃香的。你可以先从我的频道开始学习，这里的每一支影片都能提供你许多概念上的帮助。那么，如果你最在意的是学习的效率，时间对你来说是非常稀缺珍贵的资源，那么我所打造的15日美字养成班，就是一套为想要快速看到改变的人而设计的系统化写字课程。你希望自己是慢慢前进，还是开启超速学习呢？15日美字养成班的连结在留言栏处，赶快点进去看看吧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写好字不再是梦想。另外，想要字帖的人，连结也在下方留言栏处哦。喜欢我的分享吗？记得按赞、按乐推。你也可以在留言栏处写下，请你继续分享来鼓励我。有了你的鼓励，我会更努力，把我所有懂的东西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分享传递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